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1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83.95，收盘价是185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价是在186.28，最低价是在182.0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9643.87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85倍量缩。KD 值，开口缩小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维持当前的走势。那目前股价的走势是在一个横盘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横盘中。那当日这根 K 线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十字线。那十字线通常是休息的 K 线，也就是说预示着股价日后有可能会向上，也有可能会向下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收盘价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如果是高开盘，那么5日均线值将成为支撑，股价是容易向上的。那如果是低开盘呢，那5日均线值啊将会成为压力，那股价呢是容易向下的。所以我们从 K 线信息上解读啊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开盘也就是开盘将非常重要。对，也就是说股价会有向上或向下的可能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188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是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强势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91。另外一个方向是下跌，收盘价会在178。那实际在4月14日收盘价是在185，出现了横盘。那么我们预测的横盘和实际发生的横盘啊，在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本质相同，也就是它们的收盘价都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那这样一来啊，这样一个信息是有利于股价后续的上行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4月1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目标依然是192，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。那它和4月13日这根绿 K 形成的是母子怀抱的变盘 K 线组合。那所以说股价如果上行，一定是要站上这根母线的最高，也就是说实现这样的一个变盘向上的这么一个 K 线组合。对，那在到达192之前呢，我们说2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。那一旦
192被站上，也就确认了这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。那股价呢会继续反弹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2，202是4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它和接下来的两个交易日啊，形成的是连三红下跌的 K 线组合。所以说，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要瓦解这个连三红下跌的 K 线组合，也就是要重新站上202，所以它将成为一个，也就是说第二个目标。当然，200关口也在这个它附近，所以说这个位置也将是一个非常强的压力。那么如果202被站上呢，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将是207，207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那股价目前的走势将继续维持由3月13日以来建立的多头趋势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的3个目标：192、202和207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下行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6，是4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如果176被跌破呢？那也就是说，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为了要确认由3月31日以来下跌的这样一个空头的趋势。目前是有头低，现在还差底低。所以说，一旦176被跌破呢，将会确认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那确认这短期的空头趋势之后呢，那股价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4，是3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如果164被跌破呢，我们说，那股价将会确认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自2月16日以来，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头，然后3月31日是第二个头，这是头低。那第一个底是在3月13日，那日后股价如果一旦跌破了164呢，将会出现底低，也就是确认由2月16日以来建立的空头趋势。所以，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。那一旦164被跌破呢，那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要挑战前低，也就是1月6日的这根 K 线的最低是101.81。当然，在这个区域内还有很多强支撑。那我们等股价日后跌破了164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讨论下方。好，那这是下方的目标是176和164。那对于4月17日盘中，我们依然关注2个点位，也就是这个母子怀抱变盘 K 线组合母线的最高192和这根母线的最低180，我们依然关注这2个点。好，那实际上补充说明一下，实际上如果能够站上母线的最高，股价会向上；如果是跌破了母线的最低呢，那股价将会向下。否则呢，就是说股价会继续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在4月14日收盘之后，185这个位置是我们没有强反弹或做多进场的技术上的建议。那理由是
目前出现了横盘，虽然是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但是当日的成交量依然呈现的是量缩，也就是依然是我们说买盘是没有跟进，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收盘价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做多的。好，那何时能够进场抢反弹或做多呢？那我们说要等股价重新站上20均线值，或者是站上192之后，我们再根据 K 线的情况来讨论是否可以进场抢反弹或做多。好，那这是多头的操作。那对于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目前对于空头来说是，不是很舒服。对，那也就是说出现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反弹和横盘之后呢，那如果继续有空头持仓的话，它的成本在不断提升。那成本在不断提升呢，我们说在4月17日接下来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出现向上，我们说在到达上方的20均线值附近，在190附近，很可能会有新的空头进场，然后他们的目标是176，甚至是更低。对，那他们的回补位呢是192，也就是这个母线的最高。那实际上我们说，目前还有持仓的空头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190到192之间。那一旦股价在4月17日如果是出现上涨，到了20均线值的时候呢，很可能会有空头的回补，对，也就是很有可能会促使股价上行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在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1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186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87附近。对，所以第一个压力区间是在186到187，在这个区域。那第二个压力区间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190附近，然后到192，在这个区间，这是第二个压力。第三个压力就是200关口到202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184到186之间。实际上，这个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它包含了，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在这个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范围内。所以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的分析当中说了，那股价如果是高开盘是5日均线值将成为支撑，是很容易上行的。对，否则呢，5日均线值将成为压力，股价很可能会出现下行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压力。那第二个压力就是我们说180到前低182，前低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最低，那这是第二个支撑。然后第三个支撑就是176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4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很可能会出现上行。那出现上行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当然也有可能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4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92，
收盘会收在191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在当日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行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出现下行。那如果出现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我们说对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185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80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1附近，那么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5.5的，也就是不过前高，对。那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我们说股价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